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2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78.08，收盘价是183.25，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6.44，最低价是在176.3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0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297亿股，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基本持平，量平。KD 值我们会看到开口增大，双线是继续上行。那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开口变小，那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依然是在多头的回档中，并且呢，这个回档的走势在减弱，但是呢，这样的现象也说明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3月2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上影线呢略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横盘中。那这个横盘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是在3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176和近几个交易日 K 线的最高186之间，也就是它处在176到186之间的这个横盘区域。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 K 线在日内呢就出现了反弹，它是一个低开，然后日内出现反弹。那下方是在176附近得到了支撑，然后呢反弹到上方，在186这个位置呢遇到了压力。那收盘价是收在相对高的位置，并且呢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那这样一来说明这根 K 线相对于前一个交易日的 K 线它是一个止跌的 K 线，也就是说后续股价是有继续上行的愿望的。但是呢，上方的这个压力我们会看到连续3个交易日都在186附近遇到了压力而出现了回撤。那虽然是有上行的愿望，但是如果日后在186这个地方不能突破，那股价很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那也就是说，我们从 K 线信息的解读目前这个股价在这个横盘的区域内出现了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要等待股价向上或向下的突破。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继续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第一个可能我们预测的是股价会出现下跌，收盘价会在175.5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1的。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收盘价会在181附近。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5.5的。
实际在3月20日收盘价是在183.25，出现了横盘向上。我们预测的横盘的这个收盘价181啊，它和实际的183.25不仅点位有差异，性质也不同，也就是实际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的解读，它是有上行的愿望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上行。那在3月21日，股价如果继续上行，它的第一个目标，我们称的这个上行仍然把它称作叫反弹。如果是上行，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86，186已经成为了一个压力。那只有日后股价的收盘价站上186，才会有继续反弹的可能。那一旦186被站上，接下来第二个目标依然是200关口。在到达200关口之前啊，我们说，例如对于3月21日来说，20日均线值是在189附近，它将成为一个压力。那同时也是一个标志，如果股价能够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呢，那我们说它的目标一定会测试200关口的。我们说的是目标一定会测试200关口，不代表它一定会测试200关口。对，好，那股价日后如果再站上200关口呢，将会重新建立头高的多头趋势。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11和217。那如果日后再能站上211和217呢，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一波新的上涨行情。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那对于3月21日，如果股价下行，它的第一个目标，我们说186已经成为一个压力，如果不能突破，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如果反转向下，目前它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在176这个位置。176，我们刚刚在 K 线信息解读的这个内容当中已经说了，176和186形成了近4个交易日，也就是说，股价在3月15日出现了一个止涨的信号 K 线之后，那连续4个交易日形成的一个横盘区域，所以股价对于3月21日和日后，它的目标下行的目标就是176。那么176如果被跌破呢，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4，也就是下方的这个水平线。我们把它的颜色变换一下。好，那股价在到达164之前呢，我们说167将是一个支撑。那再来重复说明一下，164为什么是下行的第二个目标？这是目前股价所处的位置。我们会看到，这是这一波反弹以后的起涨的 K 线，起始反弹的 K 线。所以目前股价如果下行，一旦跌破了这个横盘区域，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164。好，那么164如果被跌破，那股价将会出现深度的回档。这个深度的回档，我们是基于1月6日和2月16日这一波涨幅，然后
如果股价日后跌破了164，将会对这一波涨幅出现深度的回档。那一旦164被跌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38。当然，在到达138之前，缺口的上沿和缺口的中线是强支撑。那一旦138被跌破呢，我们说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一定是要测试前低的，也就是101.81。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对于3月21日盘中，我们要关注2个位置，一个是183，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上移。183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上限，然后我们还要关注一个位置是179，我们也加一条水平线。179是当日新生成10日均线值的下限。好，那么在3月21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股价上方如果出现了上行，是否183能够支撑住股价，而使股价继续反弹向上。对，这是我们要关注的点。那如果一旦股价出现了低开盘，那么183将会成为一个压力，那股价有可能会下行。那下行我们在盘中要关注179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或者如果股价突破了179，那很容易会收在低位。所以这2个位置呢，分别是股价上行和下行的压力和支撑。好，那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是在3月14日收盘这个位置，也就是 183.226， 在 183.26 有建仓强反弹，是5%的仓位，目标是189。那么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股价的收盘价都没有跌破我们设定的止损位，也就是177，在这个位置。所以直到今天，也就是3月20日收盘之后，那么股价是收在 183.25， 依然是在177的上方。那对于3月21日这个强反弹的仓位呢，它的止损位我们将会从177下移到176，也就是我们要守这个横盘区域的下限。如果股价收盘价跌破了这个横盘区域，要即刻出场。那目前我们依然持有这个反弹的仓位呢，目标就是等待股价能够突破186，就是上方的这个压力位，而出现上涨。好，那我们再重复一下，就是对于3月21日，目前我们的5%的强反弹的仓位，守停损是在100，不是守停损，是止损位是在176，然后我们的目标是等待股价突破186之后，选择机会再加仓做多。对，这是目前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好，那这是多头的。那然后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对于空头，
在3月21日，我们说从186到上方189，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这个区域是空头要守的位置，也就是空头会在这个位置会有加仓。那它的目标是176和164。那么已经有的空头的仓位呢，目前它的回补位应该是在190，也就是20日均线值上方1点这个位置。所以目前对于空头啊，是比较危险的，就是或者说对于空头是不利的。目前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再来说明一下，比如说在3月17日收盘之后，对于3月20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对于空头是非常有利的，也就是低开之后一定会有空单进仓，进场，然后是目标是向下。那我们说在这个位置会有很多的空单进场的。但是呢，在3月20日，我们会看到多头的力量在介入，那么把股价呢又拉高，对，所以说目前对于空头是不利的。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开盘之后，那如果继续有多头的力量推动呢，那很容易会使一部分空单被止损出场。对。好，那么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3月21日开盘之后会有大的空单进入，它出现一个低开盘，然后在5日均线值形成一个压力，而推动股价下行，也是有这样的可能的。所以目前对于多空双方力量是均衡的。那在这个186到176这个盘整区，多空双方是要在这个地方要争夺的。好，那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讨论。那我们再继续重复总结一下，对于空头目前的目标是176和164，它的回补位是190。也就是股价一旦突破186，再站上190呢，那由于有空单的回补，可能会促进股价继续上行。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月2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从183一直到上方186，这个区域都是压力位，因为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81到184之间，对，那么加上前高，所以目前我们说从183或者叫184到186都是压力。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189，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第三个压力位我们给出是194，是3月7日的最高。当然，第四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200关口。好，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的范围是从181到183，对。然后还有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79到181，所以我们把这个均线值合并之后，第一个支撑是从179一直到183。实际上我们会看到，也就是我们给出的这2个日内的观察位，在这个区间股价是有
支撑的，是比较宽的，然后第二个支撑就是176，第三个支撑是167，是3月13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当然，第四个支撑是164，是下方的这个水平线。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3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向上或向下突破，也就是向上会突破186，或者向下会我们叫突破176。好，如果是向上突破，它将是高开盘，或者很有可能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4，在这个位置，那最高上方会到达194，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92.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是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3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上涨突破。好，那另外一个方向呢，股价很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如果出现反转向下，它将是一个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3，最低下方会到达175，收盘会收在177。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呢，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3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那如果股价既不向上突破，也不出现反转向下，那我们给出的第二个可能，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横盘，或者我们称为叫横盘向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可能，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183，在这个位置，还是这条水平线，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89，收盘会收在185附近。也就是如果股价不能突破呢，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会在这个地方生成一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一根直涨的 K 线，然后收盘价依然收在这个横盘区域内。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2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